Hello，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啊。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一期交易策略的源码实现啊。这是这个策略在完全不优化的情况下，在棒日上的表现啊。那么讲到这里，我提一嘴啊，就是其实就近几年来说啊，就外汇的这个货币对来说啊，也就日元啊，包括日元相关的这个交叉货币对啊，有比较大的这个波动性啊，有比较大的空间。所以就近几年来说的话，我们开发出来的比较容易出成绩的啊，它都是集中在这个日元相关的这个品种上，就是概率比较大啊。其他的这个货币的话，就感觉是越来越难开发了啊。其实大部分的就这种策略啊，它怕的就是没波动啊，没空间啊，这个行情盘面死气沉沉的，那样就真的是很难赚了啊。这就像你这个空有一身武力啊，这个刀枪棍棒啊，斧钺钩叉样样都精通啊，但是你没有对手啊，那你怎么在江湖上进行这个扬名立万啊？所以大家如果是针对于这些货币对的这个开发的话，这个日元的相关的这个品种啊，建议大家就是多花一些精力啊，比较容易出成绩啊。你再好的这个策略啊，你用在不对的这个市场啊，那也是白搭。其实更好开发的还有这个股指啊，还有这个 BTC 黄金啊，这些品种都是具有大空间的，比较好操作的品种啊。但是 BTC 的话，这个历史数据真的太少了，可用的这个精细度比较高的这个历史数据啊，真的太少了，所以它的权重上可能就会降低一些啊。好，不说这些了，我们继续啊。那么今天这个策略大部分使用到的指标都来自于这个比尔·威廉姆斯啊。关于这个人的话，我应该不用做过多的介绍了吧？大家如果是使用这个 MT 软件的话，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使用到它所设计的这些指标啊，像什么这个鳄鱼线啊、分型啊、这些 AOAC 啊、什么这个 MFI 啊，或多或少都应该有听过或者用到过啊。包括他也写过几本这个畅销书啊，都是关于这个混沌交易的啊。如果对于这块比较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在网上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搜索啊。我今天要实现的这个策略啊，它大部分也是使用到这个它所这个原创的这些指标啊。好，那么时间有限，我们搞快一点啊。我这里就先大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会用到的这些指标啊。首先就是这个AO 指标啊，也就是动量震荡指标啊，通常用来识别市场的趋势啊。而我们今天的用法就是使用这个 AO 指标的这个上穿越或者下穿越零轴啊，进行这个做多做空啊。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AC 指标啊。它是这个动量加速指标啊，它对于行情的波动反应啊，要比这个 AO 指标要来得更加的敏捷啊。大家从这个图表上其实也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出来吧啊，它是比较敏捷的啊。你看，包括针对于下跌的啊，都是一样的啊。而我们今天对于它的用法就是根据它这个柱状体的颜色来进行多空方向的一个判定啊，一个佐证吧啊。再接下来就是这个鳄鱼线啊，它跟我们这个均线其实是很类似的啊，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这个是3条均线啊，然后这个分别是这个蓝线啊、蓝线、红线，还有这个绿线，分别代表的是这个鳄鱼的下颚，然后是牙齿，然后这应该是嘴唇啊，上嘴唇吧啊，上嘴唇。那么常规的用法其实和均线也是大同小异啊，就是这个相互缠绕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这一块啊，相互缠绕的时候，那么就代表这个鳄鱼啊要睡觉了，或者说已经睡着了，这时候的行情就处于一个盘整的状态啊。那么如果3条均线都是处于一个发散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就代表这个鳄鱼可能就是醒了，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行情它有空间了啊，就可能趋势要出来了啊。然后最后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分型指标啊，它是由连续的5根 K 线，比如说这块连续的5根 K 线所组成的啊。
如果这5根 K 线最中间的这根 K 线比左右两边都高，那么这就属于一个顶分型啊。如果5根 K 线最中间的这根 K 线是比左右两边都低的啊，那么这就属于一个底分型啊。常规的用法就是用来判断这个趋势的转折啊。好，这就是所涉及到的这个指标啊，全部的指标。那么这些指标它肯定也是千人千面啊，每个人对于这些指标都有各自的理解啊。使用方法上来说的话，它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是一定就准确的一个用法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列举了这个交易策略首先它也是来自于网络啊，它也只是各种条件的一个组合而已啊。所以如果你有不同的理解啊，你觉得它不应该这么用啊，那么你完全可以把这些代码就是进行自己的这个相应的修改啊。好，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写代码之前，我还是先给大家列举几个这个多空的例子啊，帮助大家在这个写代码之前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啊，对于这个交易策略。好，我们先让它跑一些交易记录，然后我们来看一个，首先来看一个空单的吧。好，空单的条件，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针对于我们看这个 AO 指标，它要针对于这个零轴进行一个下穿越啊，这是满足的。然后还要判断一下当前的形成交易条件的这根 K 线的 AC 指标是否满足我们的柱状体为红色的一个条件啊。然后做多的话就是绿色啊。然后第3个条件就是我们要看针对于等一下啊，我这里条件没有开完啊，我把条件开完。好，我们再重新来看一下啊。比如说以这个做多为例啊，首先就是这个 AO 来针对于零轴进行一个上穿越啊，然后它相对应的这个 AC 指标要处于一个绿色啊，也就是看多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价格，也就是这根收盘价跟这根收盘价是否针对于鳄鱼线的这个下颚线产生了一个 cross 啊，向上的一个交叉啊，这里很明显它是一个向上的交叉啊。然后最后一个条件就是要满足我们这里的一个分型的一个条件啊，这里是满足的啊，这里是一个底分型啊，底分型，然后我们做多啊，这5根 K 线所形成的啊，没毛病。然后我们的出场条件就是根据我们的 AO 指标来啊，也就是当这个 AO 指标由多转空，也就是穿越零轴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出场啊。然后它这里的话，这个策略原始的策略是没有设计这个止损的，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止盈，它完全就是靠这个出场的逻辑来进行出场啊。所以如果你们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止损或者止盈的话，你可以来这么一个设计啊，你可以来根据这里的最近20根 K 或者10根 K 的一个最低点作为它的止损价，或者你就直接使用这个分型价格来加一点点差来作为它的这个止损价啊。止盈的话，你可以设计成为固定盈亏比的方式啊，或者你也可以针对于这里的这个上嘴唇和它这个牙齿进行一个交叉来进行出场啊，也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出的比较早啊，其实也都类似啊。好，我这里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针对空单的有没有？空单的我们看一下啊，这里满足，这里也满足，然后这里进行一个交叉，然后一个顶分型，然后进行做空。做空之后，我们在这里由多转空，这一块都是处于零轴之下的，所以它一直没有出场，直到这个位置啊，由这个 AO 的价格跟这个零轴进行一个交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进行出场啊。好，这就是给大家列举一个例子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写代码啊。我们点击这里的 IDE， 然后打开我们的代码编辑器，我们选择一个
随便选择一个文件夹，建立在这下面啊。好，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啊，我这里就叫这个，就把这些它使用到的这些指标给它当做它的名字啊。当然这个无所谓啊，你们取什么名字都可以啊。OK， 我们稍微修整一下啊。OK， 我先修改成为我这个喜欢的一个交易环境。好，那么做交易的话，我们还是老规矩啊，先要引入我们的这个，引入什么？引入我们的 trade MQH， 也就是我们用来做交易的这个类。T 是大写。然后这里只是源码啊，你只有源码的话，你没有办法直接在这个回测包括盘面上去运行的。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源码编译成为一个可执行文件啊。编译的话就是点击这个菜单栏，菜单栏上的这个编写，或者我们按快捷键 F7啊，都是可以进行编译的啊。然后编译的结果会在这里进行显示啊。如果你有错误的话，它会在这里就会给你告知你有多少个错误，有多少个警告啊。如果你的这个代码有问题的话，你这里有错误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策略测试器，包括这个盘面上去正常的进行挂载啊，所以这里有错误的话，你是一定要解决的啊。好，这个策略它用到的指标还不少啊，所以我们得把它所涉及到的这个巨饼全部给列出来。好，这一块就是它所对应的这些指标的巨饼啊，这个是分型，这个是鳄鱼线 ，AO 指标 ，AC 指标啊，基本上就是这4个指标的所有的巨饼，然后这里对应的就是这些指标巨饼。它所包含的这个数据啊，这个 MG 软件有时候它会显示出数据窗口啊，就这样干吧啊。它这里的话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些指标的所有的缓冲区给我们列举出来啊，这里就是用来存储这些缓冲区数据的啊。好，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外部参数的一些设定啊，也就是这块的内容。针对于这个指标，其实它是参数啊。首先，这个 AO 指标是没有什么参数的 ，AC 指标也没什么参数啊。这个分型的话也是同样的啊，可能参数也就是针对于这个鳄鱼线的参数有一些啊，但是这个就看你们自己吧。你们觉得有必要做优化的话，那么你就把它这个 input 出来；如果没有必要的话，那你直接采用这种方式，就是是否启用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啊。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魔术号。给它一个默认值，比如说888，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交易的时间周期，第三个是我们的这个手数，因为我这里是使用一个固定手数的方式，简单体检。然后这里的话就代表是否启用这个分型来作为我们交易信号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如果你把全部的交易条件都启用的话，其实这个策略的这个交易笔数会非常的少啊，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太少的这个交易策略的啊。你包括它在棒日上我们回测出来这个结果去除掉这个鳄鱼线的第二个条件判断的话，其实也只有200多笔交易啊，其实还属于比较少的啊。但是我们学习嘛，学习。然后这里就是外部参数的部分啊，这块就是启动分型，然后鳄鱼线的第一个条件，鳄鱼线第二个条件，然后 AC 的条件。然后 AO 的条件，我为什么没有把它做成一个可以启用的呢？是因为我们，首先针对于进场来说，你至少要保证你要保留一个这个进场条件啊，否则的话，你这个交易策略执行起来就没有交易记录啊。然后因为我们这里出场的话都是使用固定的这个 AO 进行出场啊，所以我就没有把它进行这个 input 啊。好，我们这里编一下，没问题。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在这个 onInit 里边进行这个巨饼的实例化啊。onInit 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这个加载指标的时候，它会执行一次的这个方法。因为指标巨饼的实例化的话，其实你没必要每一个 ticket 报价都去执行嘛。所以通常来说，这种工作我们就放在这个 onInit 里面了啊。然后实例化之后，我们最好做一个条件上的判断啊。invalidate 100 in
如果等于它的话，那么代表我们这里的，首先代表我们这里的这个聚丙实例化失败了。失败的话，我们就不能让它执行下去，我们就直接给它 return init failed， 代表初始化失败啊。然后这里如果友好一点的话，你最好还要在这里进行一个提示啊，比如说提示这个什么啊，指标加载失败，指标加载失败，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请检查相关设定是否合理啊，是否合理。这个针对于这个策略来说，它没有什么外部参数啊，所以一般来说不会有合不合理的问题啊。当然你给它提示一下也没毛病啊，检查是否合理，或者说或者检查您的这个 MT 软件是否包含相关指标吧。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分型，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鳄鱼线，还有 AO 指标、AC 指标。然后聚丙实例化的逻辑其实都非常的类似啊，你看这些代码的这个逻辑啊，组成部分也都非常类似啊，就是调用，因为我们使用的这些指标都是 MT 软件自带的，所以我们直接可以调用它里面的这些内置的这些函数啊。像这个分型 AO、AC 都没有什么外部参数啊，我们直接就是很简单的啊。针对于这个鳄鱼线的话，它是有不少的参数的，那么它的这个输入的这个逻辑来说，你可以针对于这个我们直接一个技巧的话，就是你直接把这个点开，然后针对于这个顺序来填就可以了，13885553啊，就这样填也可以。或者说你可以在这个你调用的这个指标上按这个 F1，然后它会告诉你每一个参数应该填什么啊。好，这就是指标加载的部分。然后加载完成之后，如果说你打算把这个指标运行在这个盘面上，不管是模拟盘还是这个实盘，你都最好把这个 chart indicator ADD 给它加上啊。因为它这个策略它所涉及到的指标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自己手动一个一个去加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最好通过这种代码的方式去加啊。然后像我们回测使用这个策略测试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加这行代码，它都会进行显示的啊。但是你如果要挂载在盘面上的话，你最好把这行代码给加上。第一个参数0代表你是要加在哪一个图表上，第二个就是你要加在这个哪一个窗口上啊，然后这个窗口代表就是0啊0，你像这个分型啊，还有这个鳄鱼线，它都是加在这个0的啊。然后像这个 AO、AC 它就属于一个相当于是子窗口啊，这个代表就是1，这个代表就是2啊。所以这个大家要加载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注意这里的数字啊，否则的话你会可能会出错的。好，第二个是我们的鳄鱼线，它也是0。第三个是我们的这个什么 AO 指标吧 ，AO 指标。第四个是我们的 AC 指标。然后编一下啊，没毛病。然后我个人的话，针对于这个指标的这个 buffer 来说，我会进行一个时序上的转换，就是为了让它把当前这根 K 线的这个下标设置为从0开始啊，否则你不设置的话，它这个0就是从你这个图表上可用的这个 K 线最远的那根算作0啊，这样不利于我们这个使用的时候进行数据的一个获取啊，所以我通常来说会调用一下这个下标倒置的一个方法啊。针对分型的话，它是有一个顶分型的数据，还有一个底分型的数据。然后针对于这个这个叫什么鳄鱼线来说，它是有3个 buffer 啊，分别是它的这个下颚、牙齿和上嘴唇啊。然后 AO 的话就是1个 ，AC 的话也只有1个啊，我们这样补上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个人来说的话，通常来说我会喜欢给它加一个判断啊，判断一下它的这个目前的运行环境是不是处于这个回测的环境啊。如果回测的话，我通常来说我喜欢把它的这个网格线给它去掉，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会看信号的话会更加的清晰啊。
show grid 等于 false， 代表不要显示网格线啊。然后在这里按 F1 的话，你还可以看到许多其他的啊，比如说这些啊什么颜色啊什么之类的啊，你都可以进行设置啊。好，我这里就设置这一个就可以了啊。然后这里还需要绑定一下啊。set trade 点 set expert magic number， 把它的这个身份证给它绑定一下啊。不绑定的话，我们后面的这个平仓可能就找不到了啊，找不到它所对应的这些交易记录了。好，这是 OnInnate 里面的内容，我们编一下，编一下之后，我们在图表上看一下，新开一个图表，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哪里啊？指标也都显示出来了，没有毛病。好，我们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untick 的方法。untick 的话，那么我们有这么多指标，那么就需要先把这些指标的这个数据拿到啊，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才好来进行逻辑上进行判断啊。第一个参数是你要获取哪一个指标的数据，就把哪一个指标的这个距柄写下来。然后第二个代表是你这个指标距柄所对应的这个 buffer number 啊。你像这个分型的话，上分型的话，那么就代表的是0啊。它应该是有一个 baseline 或者是lower line 的啊。当然我们这里不想看这个文档的话，我们直接用0就代表它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直接观察这里啊，观察这个数据窗口就可以了啊。观察这里的顺序就可以了，这就一目了然啊。然后0的话，我们这里因为它这个分型的话，它是首先它是走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啊，走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并且我们观察这里啊，它不是说你5根 K 线满足这个分型之后，在每个 K 线都会有相应的提示的啊。大家看，注意这块的内容啊，就是我鼠标悬停的时候，它虽然这是有一个这5根 K 线形成一个上分型啊，顶分型，但是这2个 K 线是没有相应的数据来进行表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得到这一根 K 线，我们才知道它是否满足一个顶分型的条件啊。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反正这个位置的话，你就不能像我们常规的用0或者1来表示，我们这里要从第3个来进行获取啊。然后我们获取1个啊，然后获取之后把它放在这个顶分型的这个数组里面。然后我们这里有个判断是判断什么？我们判断一下它是否获取到啊。因为这个指标涉及到的，因为这个策略涉及到的指标太多了，有一个指标不存在的话，没有的话，我们都会这个交易条件都会出问题啊。所以我们最好这里进行一个判断。这里写1是因为我们这里只获取了1个啊。然后如果获取失败的话，代表它没有获取到这一个的话，我们直接就给它进行 return 啊，就不让它执行这下面的逻辑了啊。当然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日志的打印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告诉它这个copy buffer 这个数组出错了啊，错误。好，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底分型。底分型的话，那么就不是从0啊，要从1开始进行获取。好，下面我把这些其他的指标全部补充一下。好，这就是涉及到的全部指标的一个数据获取啊，它们的 copy buffer 的内容，我们编一下，没有错误的啊。OK， 我们看一下，我记得有一个要讲一下的是，是这个 AC 指标。因为我们这个 AC 指标它获取的是一个什么呢？我们是要获取它的颜色啊，所以我们就不能获取它下标 buffer number 为0的。为0的话，它只是代表这个数字啊，但是通过这个数字，我们并不知道它目前所处的这个颜色啊是什么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这里的话，这个 buffer number 就不能从0开始，我们要从1开始啊。常规来说，这种指标带颜色的指标，它下一个就是它所对应的这个颜色啊。当然，它在这个数据窗口上是不会进行显示的，但是常规来说就是这样获取的啊，大家记住这一点啊。然后这里是指标获取，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交易条件的一个判断啊。但是在这个判断交易条件之前，我们还有一点要写的。常看我视频的应该知道啊，这肯定要有一个 is new bar 的一个判断啊，就是我们需要在K 线开盘的时候才去进行交易逻辑的判断啊。它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掉
很多的这个回测时间啊，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实盘，包括这个模拟盘的时候，帮我们节省掉一些资源的占用。好，这里面的逻辑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首先就是获取当前的这个K 线总数，然后根据每一次不同的这个 iBars 它返回的值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跟上一次进行一个对比啊。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么就代表有新的 K 线产生了。有新的 K 线产生之后，我们就给它 return true 啊，代表是一个新的这个 K 线的 open price 出现了。然后出现之前，我们还需要把这个 number of bar 前一根 bar 来进行一个记录啊。这就是我们的 is new bar 啊。if is new bar 的话，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这个交易条件的判断。那我们先针对于这个分型来进行一个判断啊。因为我这里是有一个开关的啊，有一个这个是否启用分型的一个开关，所以我们这里最好把它记录一下啊。比如说这个针对于空单的话，一个默认条件是一个 false， 多单的话也是 false。如果用户启用了这个分型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进行一个分型的判断。如果用户没有启用的话，我们这里所有的这个逻辑都给它设定为 true 啊，就代表它有没有它都可以啊。好，分型判断，如果它不等于空值的话，那么就代表它是有这个顶分型的啊。有顶分型的话，就代表满足我们的次要条件，我们就把它设定为 true 啊。底分型的话也是类似的，如果底分型的值不等于空的话，我们这里的这个 by 的话就等于 true 啊。编译一下，哪里出错了啊 ？wrong number 啊，我这里忘了一个传参啊，就是这个当前的交易时间，因为这里有使用到，所以我们把这个补充一下，我们再编一下。好，没问题了啊。好，我们这里再把这个交易条件打印一下吧啊。Single sell single buy。OK， 好，我们这里先选择，我们来进行一个测试啊，看一下对吗？啊，傍日，然后这几个条件先不选啊，运行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里的日志，看一下我们针对于分型的判断是否正确啊。这里都是 false， 那就不用看了啊。首先，那就看一下这个12月30号的9点，这里第二个为 true 的话，就代表我们的底分型成立啊。30号09点，30号09点的底分型成立，09点的底分型成立。因为我们是在每根 K 线的开盘价判断，所以我们要往前找啊，往前找5根 K 线。这5根 K 线啊，也就是这里的底分型到这里的话是成立的，所以这里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个 true 的话，就代表是我们的顶分型啊，顶分型30号的5点，30号的5点，也就是这根 K 线。这根 K 线因为我们是在开盘价判断，所以我们要往前找5根 K 线啊，也就是这里的顶分型就成立啊，所以我们这里获取是正确的啊，没毛病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进行到这里啊，视频有点长了，我们下个视频再把全部的逻辑补上啊，分2个视频进行发出。